我们学直线的时候呢，学习过直线横过定点的问题。那么圆儿它也能横过定点吗？当然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圆儿过定点的问题。这里边还有参数 m 取不同的值，我的这个方程就不一样。它取不同的值，我就表达各种不同的圆儿的方程。那么所有的那些圆儿都经过了同一个点，和直线横过定点是类似的啊。那也就是让 m 不起作用，无论你取什么值都没有影响我们那些圆儿过了同一个点，所以依然像直线横过定点一样，把参数集中到一块儿。x 方加 y 方减 2y 和参数 m 没有关系，它们集中到一块儿，它们俩都含有 m， 把 m 提出来，这项剩个 x， 这项剩个-1等于0。横过定点就是让 m 不起作用，无论它取什么，只要我 x 减1等于0， 0乘以任何实数0， 0加它等于0，所以 x 方加 y 方减 2y 就是0。x 就等于1带到这里来，那我们就得到 y 方减 2y 加1是等于0的。它就配成了 y 减1的方等于0，所以 y 它也是等于1的。那它横过定点吗？横过定点，1逗1。这个是不是和直线横过定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类似？这是第一道题，它横过1逗1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题。第二个题呢，就复杂一些了。大家迅速的看一下题。点 P 是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 ，O 是坐标原点，以 OP 为直径的圆儿过定点。那这个时候我要想什么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诠释已知，已知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。点 P 在直线上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凡是点在线上，点的坐标就会满足直线的方程或者曲线的方程，那么我就可以设其中的一个坐标来用方程表达另一个坐标。这个直线方程啊，我略微变一下，它就是 y 等于5减 2x。所以点 P 的坐标呢，我不想用 x 逗 y， 我重新设一下点 P 的坐标。是谁呢？当然是横坐标了。我设横坐标是 t， 纵坐标就是5减 2t。我这么设点 P 的坐标，它就少了一个未知数啊。好，点 P 的坐标我又重新设了，变成 t 逗5减 2t 的样子。那么以 OP 为直径的圆儿，我们画一个示意图就可以了。这是点 P， 坐标是 t 逗5减 2t， 这是坐标原点 O， 我以它为直径，那么这个圆儿的圆心显然就是 OP 的中点，2分之 t 加0， 2分之 t， 2分之5减 2t 加0就是2分之5减 2t。半径呢，当然是 OP 的一半了，半径 r 就等于2分之1 OP 就等于2分之1 OP 就等于根号下两点间的距离 t 减0括号的平方加上5减 2t 括号的平方。那么圆心有了，半径有了，所以圆儿的方程，以 OP 为直径的圆儿的方程，我就简写了啊。圆儿的方程我写成标准方程 x 减去2分之 t 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去2分之5减 2t 的平方等于 r 的平方， r 是2分之它， r 的平方呢显然就是
4/4根号就不见了，变成 t 方加上5减 2t 的平方啊 ，r 等于2/4它，所以 r 的平方是这个。展开 x 的方减去它俩乘积的2倍 tx， 加上4/t 的平方加上 y 的平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，那就是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，2约掉了5减 2t 倍的 y， 加上这一项的平方是4/5减 2t 的平方，减去4/t 方加上5减 2t 的平方等于0。幸好刚才我没有直接把它展开，你看它们俩好像能约掉啊。那我就整理一下 x 方减去 tx 加上4/t 方加 y 方减去5y 加上2ty， 它们俩加上这是4/减去它减去它，它们俩约掉了，负 t 方就是减去是 t 方等于0。好，我重新整理。我把因为圆要经过定点嘛，我现在这是圆系的方程，因为我含有字母 t， 提取不同的值，我代表好多个圆的方程。我想让 t 不起作用，那么它既有正的4/t 方，负的4/t 方约掉了，真好。我把跟 t 有关的式子结合到一块儿，和 t 没有关的式子 x 方加 y 方减 5y 加上 t 提出来，这一项剩 2y， 这一项剩负 x， 然后等于0，让 t 不起作用 2y 减 x 就要等于0， 0乘以任何实数就是0， 0加它等于0，就是 x 方加 y 方减 5y 等于0。第一个式子变成了 2y 等于 x， 消谁方便就消谁啊，那么你就消 x， 消圆嘛，消 x， 消谁都行，消谁方便就消谁。x 换成 2y，2y 的平方4y 方加 y 方减 5y 等于0， 5y 方减 5y 等于0， y 方减 y 等于0， y 倍的 y 减1等于0，所以 y1 等于0，或者 y2 等于1。当 y1 等于0的时候，和它相匹配的 x1 也是等于0的。当 y2 等于1的时候，和它相匹配的 x 就等于2啊。所以直线这个圆儿有没有横过定点呢？横过定点，0逗0，2逗1，显然这道题是选的的。那么直线呢，它有横过定点，圆儿呢，它也依然横过定点。今天呢，我就把圆儿横过定点的问题给大家讲完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和圆儿的概念我们学的是圆儿的标准方程、圆儿的一般方程，然后跟圆儿的概念有关，引出来这么多个小专题，我都给大家讲完了。下次课我们要开启直线和圆儿、圆儿和圆儿的位置关系的学习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。